地府身处于九幽之下，对于三界来说，地府就是一个特殊的部门，它掌管着三界的太多东西，无论权力甚至比天庭还要大上一点。因为天地之间最厉害的规则就是生死，地府要管理着世上每一个人的寿命，甚至包括全部神仙的，所以地府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三界最大的。从一些书中我们知道，地府非常非常的大，甚至超过了凡人界。三界中只要是有灵智的东西，死后都会魂归地府，进入地府之后还不能立即投胎，甚至有些孤魂野鬼在地府之中一待就是上百年才有轮回的机会，所以地府非常之大，自然需要许多官职来管理这些魂魄。所以地府之中自然有一个个鬼魂聚集的城市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熟知的丰都城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位神仙就是丰都城城主丰都大帝。其实阎王乃至十殿阎王并不是地府真正的统治者，不过身为审判官的阎王爷在我们民间影响力太大，导致我们会误认为阎王爷就是地府主宰。说起丰都大帝，就不得不提他一个技能，那就是生死。他可以直接运用天地的生死规则，施加在每一个人甚至神仙身上。除了这个，他还掌管着天地间的财运、命运等等小规则。为什么说他比玉皇大帝还厉害？玉皇大帝为了牵制地府，动用了四御之一的东岳大帝，他们这座就是怕地府脱离天庭的掌控。地狱和地府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中国传说的18层地狱，这些地方就在丰都大帝居住的下面。丰都大帝不仅掌管地府，还掌管着不同的地狱。传说丰都大帝掌管的地狱多达36个。至于为什么地府比天庭要厉害呢？上面我们说过，地府之中生灵众多，孤魂野鬼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人间和天界的总和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自然需要非常多神职或者阴兵的管理。如果说天庭的天兵天将多达50万人，那么地府的阴兵鬼将最少是他们的3倍。虽然实力差别大，但是俗话说难敌四手，遇到这么多的阴兵，天兵们自然是打不过的。再往上一层说，地府的鬼差数量也比天庭中等神仙要多，牛头马面，黑白无常，这是我们熟知的。其实地府鬼差并不是这4人，如果地府就4个鬼差，天地间生灵死亡那么多，他们4个怎么忙得过来？地府再往上走有5方鬼帝、10殿阎王等等，再往上还有丰都大帝。这么来看，地府顶尖实力的确要败给天庭。但是地府中还有一位神仙，在三界中也不常露面，他甚至比丰都大帝还要厉害，也有可能他是丰都大帝的师傅。他就是地府的创建者后土娘娘。当时还没出现玉帝天庭的时候，大家供奉的就是这位后土娘娘。在那个古老的时代里，大多数人相信天地是分开的，也是对立的。后土娘娘也被称为大地之神，掌管着大川大河万物生灵的存在，所以当时人们供奉后土，希望后土娘娘给予丰收，避免灾难。后期男性社会中出现的3清4御，也把后土娘娘纳入了4御中的一员。后土娘娘也是3清4御中唯一的一位女仙，可见后土娘娘的地位有多高。后土娘娘还有一种说法，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巫族掌管着大地，妖族掌管天空，后土娘娘也是12大巫中的一员。两族日积月累的摩擦碰撞中，双方迎来了开战，其中也避免不了大地上无辜生灵的惨死。后土娘娘身为大地之母，看见人间惨不忍睹，万物被毁，她做了和女娲一样的决定，远离战争。后土娘娘远离战争后，就找到了一处地方修炼。因看见万物生灵的死去，后土娘娘突破了自身的修为，迈入了和盘古一样的圣人界。后土已经属于上古人物了，他是第一个感悟透生死之人，所以他创建了6道轮回。丰都大帝也掌握生死，所以很有可能丰都大帝是后土娘娘的徒弟。这种上古大神出马天庭，拿什么来挡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